欢迎来到听俩北京姑娘闲聊，大家好，我是 Karen。我是 Annie。今天是刚刚送完孩子去幼儿园吗？嗯，对，刚送完孩子去上学，所他以们俩现在上小学。已经上嗯小学了，是吧？你需要平衡这个工作跟家庭跟照顾孩子的这个时间，也挺忙的，对吧？嗯，对，是确实，所以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赶紧做一点工作。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个跟你的孩子有关系的话题啊。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讨论这个嗯问题，对，因为今天嗯我们的就是最近我看到一篇新闻，是在郑州，对，郑州呢是中国的一个是河南省的一个省会。那郑州呢，它最近出了一个新的法律，就是禁止手机入校。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很多的学校应该有这个规定啊，就是怎么样去使用手机啊，比如在课堂上啊，在校园里啊，怎么样能够使用手机。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规定，但是呢，现在上升了另外的一个高度，变成了一个法律啊，立法，然后来规定。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严格的了。那我就想今天跟你谈谈关于这个手机，就是对于中小学生，特别是小孩子啊，对，那他们使用这个手嗯机的这个情况和关于手机的这个话题，好吗？嗯，可以。我自己是家长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关于孩子吧，我们可以分两块儿说。我觉得是小学吧，因为小学呢，它是小一点儿的孩子。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基本上是在小学阶段，无论是家长和学校，应该都是不让使用手机的。嗯国内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相信国内小学，因为孩子毕竟比较小，他也不需要用手机，因为小学都是需要家长去送你上学，然后家长在放学再接你，所以嗯对于小学阶段，就是没有必要使用手机的。然嗯后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个讨论的点，就是上初中和高中这些孩子，也就是嗯说从12岁以上，一直到高中，大概在12岁到18岁这个之间的这些孩子，嗯他该不该使用手机？嗯，我觉得对于全球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家长，都是十分关心的问题。我对，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就对着重讨论一下这些青少年使用手机的问题。对对，青少年的话，因为他是在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他又不是一个成人，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呢，就是他可能会真的是有这个使用手机学习的这个需求，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这个社会啊，比如像初中、高中啊，对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觉得，如果你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软件呀，或者这种课程，可能都是通过网上学习的。那如果要是真的是禁止这个，它不只是手机，比如像这个智能的电子终端设备，那这个可能会包括电脑啊、iPad 或者是一些什么智能的手表，这个叫做智能终端设备。所以呢，就是像这些也是禁止带入学校，那我听起来就是比较严格的啊。对，那我们今天就嗯先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立法，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手机，比如像小学或者中学，可能有很多的学校他们也有这个规定。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个手机可能会让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无非你做一件事情，它有利和有弊。那如果它不好的这部分，弊的部分是远远超出了它的利的部分，它好的部分，那这件事情就是需要值得考虑的，对吧？嗯就我作为一个家长而言吧，我通过我的观察，在英国这边儿，大多数的青少年，也就是说初中生和高中生，基嗯本上人人手里有一部手机。嗯嗯哼我现在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老大他已经是5年级了，然后明年6年级，嗯然后上初一了。就是我应不应该给他买一部手机，这是需嗯要我思索的问题。但嗯是我觉得，小孩儿使用手机吧，
他会沉迷于手机，嗯，主要沉迷于这个网络，社交主要是社交媒体吗？媒体。社交媒体，对对，对，在英国，大多数使用就是基本上是90%以上的青少年都会使用 TikTok，就是国嗯外版的抖音。嗯，这些孩子们在抖音就是 TikTok 上面每天有的少的花2、3个小时，哇，多的花5、6个小时、7、8个小时，然后嗯嗯晚上都不会睡觉，就在那儿刷抖音，刷抖嗯音。嗯嗯所以呢，对于英国来讲，我觉得最近也是大家非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在英国有一个特别大的电视台叫 Channel 4，它出了一个纪录片儿叫《Swept》，我强烈推荐所有的家长都可以看一下。嗯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实验吧，就是针对于这个中学这些孩子们使用手机的一些情况，他嗯采访了很多的这些12岁的、13岁、14岁的小孩儿。嗯，这些小孩儿就是放了学就拿手机，真的有人用手机学习吗？太少了，太少太少了。我们大人也是觉得一样的，如果我要没有手机，那我这个生活我就一天都活不下去。对，就是好像缺社交媒体。了点儿什么东西啊，对，这个一定要对，就是能够在手里，就是可能要找到这个手机，所以才会有这种安全感。但是呢，真的我们真的是用这个手机能够做什么，我觉得还真的是没有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重要啊，对。除了这个社交媒体，然后可能去联系一些人啊，跟别人联系啊，这个社交方面的，那我觉得可能其实手机真的是就是自娱自乐，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面。所以我觉得小孩儿的话，他就会更严重，因为他可能没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控制力。我觉得大人可能都很难去控制，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它不断的去吸引你啊，特别是像这种短视频，然后根据你的这个喜好，然后呢就有这个大数据的推算，然后让你不断的去看啊，一直去看。所以这个沉迷网络确实是不只是青少年，我觉得大人可能都会有，但是我觉得对于青少年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会更严重吧。因为他们我感觉至少发育还没有完全，还不是一个成人，比如像这个会影响视力，对吧？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影响应该非常大的就是专注力。专注力，就是你很长的时间去只做一件事情，我感觉好像就是最近发现了这个，好像这个专注力很难集中注意力，是可能20-30分钟啊，或者是1个小时这样的情况，其实比较难的。所以呢，我就可以想象这个青少年，如果他们的就是一直在玩手机，可能也会很严重的影响他们的专注力，因为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可能只有几秒钟，或者甚至几分钟，那更长的他们就不愿意去更多的去关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会长期的影响。对，你说的这个专注力，确实是在我说的这纪录片儿里边儿有一些专家以及青少年的这些心理学家、医生，他们就也加入这个项目进行了这个一个调研，嗯就是说呢，让这所学校的21个小孩儿，让他们在3个星期不能用手机，嗯然后来对比一下他们使用手机前和使用手机后它的一个变化。其实说实话，你说这些青少年，对，我给你一个手机，对吧？这是电子产品，你可以用它来查阅一些书籍呀，使用一些怎么帮你学习呀，怎么帮你提高呀。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使用手机的青少年，没有多少孩子使用手机来学习，嗯都是使用手机来看社交媒体，或者和别的同学聊天儿，一聊就聊好长时间。嗯，我记得在这纪录片儿里有一个女孩子说，她每天差不多能收到3000多条信息，哇，就是大3000多条，家对，没事儿，就是这些孩子，哎，你干嘛呢？就总发信息，要不然就是发信息和对方聊天儿，要不然就是社交媒体。在英国的主要的社交媒体，就是这些小孩儿都是。你像我已经40了，我就没法再老看 TikTok，对于我来说就太老了。主要的使用的就是这些青少年，还有一些小年轻的。我觉得 TikTok 它的主要群体，至少在英国、欧美大概是这样。那么我觉得手机它的利与弊，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力，你可能用它学习，但是好多人都不用它来学习。还有一个，作为家长给孩子一个手机，大多数家长给孩子手机都是他上初一的时候，大概12岁、11、嗯2岁，就是说啊，孩子这个学校离家比较远了，我给他一个手机，我能确保他的安全，因嗯，为家长能在手机里定位，就知道这孩子他到学校了，然后他放学他回家，你就能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否安全。对，我觉得紧急很多的家长紧急联对，给系，孩子一个手机，嗯对，就知道他的安全，然后有什么事儿可以给家长打电话。嗯，可是对，我们想一想，你不一定给他一个手机呀，比如说你可以给他一个就是不是智能手机，这个手机只能让你打电话，我们只能发信息，我那天也但是也是不看到了这个，能上网。对，我那天也是看到一个这个新闻，是你说的这个，就是老人机嗯，啊，对，就是老只是，人机，哎，对，对对对，就是对于老人，然后只是有一个键盘，然后你去打电话，然后能打出去电话，然后其他的功能，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啊、什么下载这些社交媒体全都没有啊，就只能是打电话。所以呢，就是好像我看的那篇文章呢，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为了避免沉迷网络啊，让自己就是尽量只是去使用这个老头儿机，然后呢，这样的话可能就有点儿像这个上瘾了，然后你要戒掉这个网瘾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嗯。对对对，所以一个是家长和学生联系，你可以用这种像你说的老头儿机，对吧？二一种就是有一些电子产品，比如说我知道苹果它有一个就是小圈儿的，跟钥匙链儿似的，你可以放在孩子的大衣里或者书包里，你就能知道这孩子在哪儿。我们家2个孩子在他的大衣里，我就给他放了一个这个，或者你嗯其他的任何的珍贵物品，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个。我手机每天就知道哦，孩子在这个学校呢。然后嗯，你也同时可以知道孩子的行踪，不一定哦，用智能手机。它就是一对，个定所以位，对吗？我觉得就是一个定位，知道它对在哪儿对啊，明白。对，我的意思是说呢，不一定用智能手机，而是你可以找其他的电子产品来替代，或者我们在最开始说的智能手表，嗯，这个手表也能够定位孩子，而且有一些简单的东西，这些智能手表的功能也都挺全的。你嗯。想要学习，也可以在智能手表上面儿学习。对，智能嗯。手表这个是我跟一个学生也是，她是个妈妈，然后呢，我就是也是问她这个情况，就是在新加坡，好像她跟我说的就是在新加坡一些孩子，就是因为他们不只是用这个手表去打电话，就是父母可以通过这个手表给他们打电话，就是他们比如像有的人他要坐公共汽车呀，或者坐地铁，然后这个手表还能用它去刷这个地铁呀、公共汽车呀，它有这样的一个付钱的功能。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比如像这个小孩子你拿一个手机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容易丢，但是呢，一个智能手表就是戴在手上的话，我觉得这种就是丢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小。然后我说：“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替代的一个方法啊。”对，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对吧？对，而且你拿一个很贵的智能手机，对于青少年来讲也是不安全的。因为在伦敦，你也知道欧洲的一些城市，街头骑摩托车抢手机还是挺多的，所以你也潜在的给这孩子，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孩子拿一个特别贵的手机，他也没有什么防范意识，在街边儿就这么发手机，那骑摩托车的人包机就会把你那手机给抢了。而嗯且你作为青少年，你的防御能力是比较低的。嗯这些小偷儿或者抢别人东西的人，把这些青少年作为他们主要的一个攻击对象。在欧洲啊，欧嗯。洲的很多城市抢东西啊、偷东西，我觉得还是挺严重的。那我就是听你说了这么多，那你是比较支持就是禁止手机，对吧？就是禁止这个不让这个孩子去使用手机，或者是这个智能设备。那你刚才说你在考虑或者是犹豫，要不要给你的女儿买一个这个手机呀什么的？那你为什么会犹豫呢？就是还有什么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必要需要用手机吗？可能我说的这个也，不太对吧？我刚才可能是有一点儿犹豫，我唯一想的一个点，就是我要考虑孩子这个身心健康嘛。
我说了，整体这边的大环境，像在英国这边吧，孩子一上初中了，人手一部手机。对，我家孩子如果我不给他一部手机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他们班里唯一一个没有手机的人。尽管刚才我说你拿一个老人机，这也挺那什么，但是你能想到有一些小孩还是挺坏的啊，他会嘲笑你，他会攻击你。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嘛，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等于是一半中国血统，一半是英国血统嘛，所以他是一个混血的小孩。我还要考虑到进入到一个青少年这个环境，初中的时候，这个孩子会不会欺负你啊？学校霸凌呀，或者是种族歧视啊，这些可能作为我来讲，我都会考虑的。别人会嘲笑你，哈哈哈哈，你还拿这么一个手机，现在谁还使这个手机啊？可能所有的人都会嘲笑他，那对他是不是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呢？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你能对，想象，就是你在那儿，本来大家都是新同学，你换了一个新学校，你还不合群儿，因为所有人都在用 TikTok，所有人都在用智能手机，所以这个是我在考虑的一个点。但是嗯与此同时呢，另外的一个点，我个人觉得青少年使用手机，它的危害是远远大于它的好处的，它的弊是远远大于它的利的，所以我从内心深处是不想给他手机的。嗯，但是想给他手机，我在犹豫的一个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点，所以可这就是以理解。纠结的一个点。对，就是我觉得成嗯人的话，我觉得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年龄，你会非常的成熟，就是你不太会在乎别的人，我就是没有怎么样，或者是我就是用这样的就是过时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你能够让你自己能接受现在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孩子的话，他们是非常敏感、非常脆弱的，所以呢，他会发现，哎，我嗯为什么有这么多方面跟其他的这个孩子不一样，所以可能也会对，确实是可能对他的身心会有这个影响。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你知道我其实也在想一点啊，就如果要是真的啊，我们现在的学校就是完全禁止这个学生带手机入校，就是你就是这个学生是完全不能把手机带到学校的。那其实我觉得挺难的，为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是没有手机的，我估计你也是，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的。那你从没有到有，你会发现，哎，你的生活其实很便利啊。对，就像我们现在在打电话，对吧？就是在不同的国家，然后呢，但是以前那我们可能就没有这种科技。我们换一个想法，就是你现在有了这个手机，你的生活已经习惯了有手机，那 OK，所以这个法律说，哦，那你现在是不能把这个手机带到学校里边的，你就是这一天你去学校你就没有手机。我觉得这个从有到没有也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管是手机啊，我觉得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很难比较难接受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倒是这个禁止，我其实也很同意你的。如果我要是妈妈的话，其实我感觉跟你是一样的，我是感觉这个手机带来的这个弊是大于利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很小的一部分可能没有像你那么大的一个支持啊，听起来是95%是支持禁止他们使用手机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其实有一些东西啊，特别是像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很多的人去使用，但是有一种东西叫做学习机，你有听说过吗？学习机，就是看起来有点儿像这个 iPad，然后呢，但是好像它你只能下载这个学习的软件，或者是跟学习有关系的东西，或者是可能是一些学校会给他们的学生提供这个设备。然后呢，因为这个学校可能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网络系统啊，或者这个教学系统，那他们给学生有一些这个作业呀，或者是先让学生去看一些视频，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些视频，可能会用这种网络的课程，那他们可能会给这个学生提供这个学习机，那就是这个可能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估计就是你不能下载社交媒体，就是你只能通过这个学习机去使用这个学习方面的软件。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替代的方式，你觉得呢？我知道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中学，因为我认识一些初中生的小孩儿，确实在那个学校上学，所以我知道在英国一些学校，他是初中或者高中，他学校是给你发电脑的。就是说呢，孩子他一些学习上的事情，包括他每天有作业嘛，你所有的数学、英语的作业都是需要在电脑上完成的。嗯，但是因是，为学校给你发了电脑，学校就可以给你设置，就是比如说不让你下载 TikTok。那你就是只能是学习用的，这是第一点。那嗯第二点，有一些，我觉得大部分是英国的这个初中或者高中也好，它呢是你学生可以带手机，但是你知道在国外，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就跟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能对，有一个拿一个钥柜子，匙开一个小柜子吗？嗯，对，他这是，边儿的学校都有一小柜子，学生放一些书包、大衣什么的一些用品。就是你手机，你上课之前一定就锁在你的柜子里。比如说你是9点上课，下午3点半放学，那在这个上学的期间，你是不能使用手机的。那3点半放了学了，你打开你那柜子，你穿你的大衣，拿你的个人用品，你可以拿手机，你就离开学校了。就是如果你在上学这段时间使用手机的话，那学校如果你触犯这个规定了，你在上学的这期间呢，你使用手机了，学校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处罚的。比啊，如说，你3点半你就没法放学，你3点半你就留校1个小时，老师是让你是做什么作业，或者是给你一个相应的处罚。嗯。所以呢，孩子们大多数孩子还都是遵守这个，在上学的这个期间，他是不能使用手机的。可是这个就是出了校门儿了，对吧？学校就没有办法去监管你，然后很多的孩子还是花很长的时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其实很浪费时间，然后自己的专注力会明显的下降，视力也会明显的下降。嗯，嗯。对，这个等于他没有说禁止把这个手机带到学校，就是说你可以带到学校，但是你在校期间的话，就是你是不能使用的，就是不能把这个手机带到课堂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这个你在课堂上要是使用手机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肯定是特别大的。这个我估计应该是一个现在大部分的学校应该使用的一个方法吧，就是你真的是没办法去禁止这个学生带手机，但是呢，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在上课的时候不使用手机。我觉得这种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或者是可行性。如果就是说你绝对的禁止，完全禁止这个智能终端设备的话，我觉得其实等于现在这个是，哎呀，我们的这个科技的社会，你让它不使用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的，说实话，是真的。就是我在这儿再想最后补充一点，就是使用手机的一些家长发生过的一些事儿，可能这些事儿你听着有一点儿极端或者是不太好，但是它真正是一个，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说这个纪录片儿里，真心推荐大家就是有空儿可以看一看。嗯那他就采访了一个家长，他们家的孩子是大概也是12岁。使用手机，你知道就是一些危害，就是你把自己暴露在互联网上。互联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你不知道你每天接收到是什么样儿的信息。就是你可能和一个人对话，比如说这些我说的这些小孩儿喜欢天天发短信聊天儿，对吧？你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和你对面儿聊的人，你不知道是谁，你自己是一个12岁的一个少女，可能和你对面聊的人是一个30岁的大叔，嗯是一个猥琐的男人，你都不知道，对吧？他可能给你洗脑，或者是控制，或者是怎么样吧，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犯罪的事情。那这是第一点。还有就是大多数，人家说啊12岁左右的，超过12岁这个年龄段儿的男生，大概呢，你是8、9成的这些孩子都会接受到这个黄色信息，就是未成年不应该看的限制级的视频。嗯所以呢，我觉得黄色的暴力、陌生人可能对你潜在的伤害，还有一个妈妈就是看完了，我真的都是泪流满面。就是这个妈妈是他们家孩子12岁，刚才我没说完的，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子，他在 YouTube 上看到有一个是日本人还是什么人里呀，还是什么人呀，在一个森林里自杀。然后呢，这个是在今年圣诞节左右发生的事情。据说这件事儿还挺轰动的啊，但是我不知道在 YouTube 上，这个小孩儿就在圣诞节前夕看了这个，然后在1月份这个小孩儿的某一天，这个某一天啊，这个小孩儿就自杀了，才12岁。所以呢，这些网络上有一些人，他可能看到一些视频，或者有一些人、有一些组织，他是教唆这种未成年人做不好的事情，伤害自己。我们是，说可能哦，每一个人倒不是每一个小孩儿都自杀了啊，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例子存在的。嗯。那对于家长来讲，我觉得这个妈妈应该是心都后悔死了，我为什么要给她手机，对吧？所以是的。我觉得我们说可能说啊，你就举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教唆未成年人自杀的这些组织、这些人绝对都是存在的。嗯。嗯，对，我觉得其实青少年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去辨别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连成人可能都很难去辨别这个真假，因为现在这个诈骗呀，各方面的这个就是科技诈骗呀这方面的，简直这个技术太高超了，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是很难去避免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减少使用手机，可能也会减少这个不良的社交行为。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当这个女儿的妈妈，对吧？因为你有2个女儿，可能会更担心这样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完全能够理解。青少年的这种孩子，每天放学不干别的，就老使手机。那对于这些家长来讲，他们感觉都失去这个孩子了。因为他跟小的时候不一样，小的时候你带他参加各种的活动，踢球啊，去跳舞呀，等等，去游泳呀，非常的丰富多彩。因为他没有手机，你不让他使手机，他上小学的时候，嗯。那等他长大了，他上初中了，你给他手机了，那他放学就只玩儿手机。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晚上我们一起全家一起看一个电视吧，或我们全家一起做一个游戏吧。”哎，不姐，这些孩子都不想搭理你，不想跟你说话，不想跟你聊天儿，嗯。所以父母就感觉我怎么丢失了一个孩子呀？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不使用手机会让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嗯。对，我还是觉得这个那希望你可以尽量的延迟你的女儿开始用手机的这个时间啊，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亲子的时间，对吧？其实真的是可以理解的，对。对。嗯，对，真的是，因为我能够联想到很多，比如像这个，像你刚才说的很多的这种情况，在成人这边，就是比如你去一个饭馆儿可能是情侣吧，男女朋友2个人就是对着，然后2个人都在玩儿手机，然后呢，或者是一个家庭啊，然后爸爸妈妈再加上孩子3个人都在玩儿手机。然后呢，或者是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就是 TikTok 还没有呢，就是抖音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就是特别兴奋，跟我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然后我说你怎么可能一晚上有什么这么吸引你？然后他说我昨天看了抖音，我看了一晚上。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就是就像其实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还是记忆犹新啊。就是这种东西虽然是很新的，就是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这种冲击啊，但是呢，其实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手机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像我们的这个视力啊，对，或者是我们的专注力，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这个时间还没有足够的长。可能就是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可能发现，哎，这个视力也不行啊，怎么样啊，各方面可能对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后悔了啊。对，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个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尽量的减少它带给我们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对，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这个郑州的这个立法，还是很多的学校，他们禁止这个学生把手机带入课堂，我觉得都是一种对青少年的保护啊，对，都是对青少年的保护。成人有一定的这个控制力啊，对，就是我尽量的在减少我的手机的使用的时间，就是不用它太多去看社交媒体啊，然后尽量的不会去看电脑，除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办法啊，对，就尽量的减少这个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所以我就是希望今天的这个播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父母，或者是让更多的人
带来更多的思考，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这个青少年来解决这个手机的问题。那 Karen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对，吗？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要说的吧。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我是想等到我们家孩子16岁的时候，再让他用智能手机。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实现啊，我能不能等那么长时间？但是尽量吧，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教孩子如何正确的使用手机。尽管这是比较难的啊，因为这些社交媒体，尤其是 TikTok，它的这个算法，再加上现在 AI 的强大的功能，我觉得是沾上了它，好像就是你吸了毒是很难戒掉的。嗯，所以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也是更多的一个平衡吧。平对时带孩子多多参加运动，鼓励孩子多多的阅读，对，对。等等的。是，我嗯。觉得其实这个父母还是真的有很大的责任的，就是父母啊、学校啊、整个的社会，可能能够给这个青少年一个正面的、正向的引导。这个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不管是立法是那么严格，还是这个一些规定啊，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手机或者电子设备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可能性的一些潜在的不好的影响，对这种负面的影响。我希望我们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可以再讨论这个话题，到底你是如果给你的孩子买手机呢，还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的孩子是怎么样，就是青少年是怎么样在这个学习跟娱乐之间去平衡的啊？怎么样更好的去使用这个电子设备的？那我们以后就是有不同的嗯。情况，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新的播客啊，在新的播客讨论这个话题。今天感觉咱俩说的挺多的了。好，那我就是想在这个播客的最后呢，就是给大家留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你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这个学校它是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学生的手机的？有什么样的规定？然后呢，你是认为什么样的方法是最有效的？啊，那这个大家可以给我们在这个播客的后边留言，然后可以更多的说出大家的想法。今儿就聊到这儿吧，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俩北京姑娘闲聊，我们下一期再见。